好，各位大家好哈，很高兴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见面。那本来应该是现在我应该人在加拿大跟大家在一起啊，那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工作的问题，所以只能现在用这种录影的方式来跟各位见面，所以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好，那我今天主要是要跟各位讨论一些有关移民文化的一些问题哈。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在美国读书读了8年的时间，再加上我也曾经考虑过，不是考虑过，应该说我已经曾经申请过要到加拿大移民。再加上这些年，我一直长期在关心印尼的这一些华人移民，还有台湾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些移民朋友们，他们的一些文化的相关的议题所以才促使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些表演艺术文化，在台湾或者是印尼这些移民朋友圈里面，他们对这种文化认同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啊？会提到要讨论这种移民文化，其实应该先从我的一个印尼的这位助理开始聊我之前曾经跟我这位印尼的助理当然他是印尼人了，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我们提到台湾跟印尼的这些文化发展的议题。那他就很有趣他说，我们印尼非常非常的穷，可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大概就是我们的文化了吧？我们穷的只剩下文化。其实当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穷的问题，我想到的是他怎么那么有自信讲出穷的只剩下文化。其实我身为一个台湾人，说实话，我不太敢说我们穷的只剩下文化。当然，台湾不至于穷，可是我没有办法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心。可是，身为一个印尼人，他怎么会有呢？这个是让我最感觉到很讶异的一点前几年我想如果长期住在台湾的朋友就会知道，几年前 LA Boys 他们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他们每次上电视的时候都说他们不会讲国语所谓的这种国语他们只会讲闽南语。这是一件很有趣的问题。反而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只讲国语。很多人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方言，不管是闽南语也好，客家话也好，慢慢的不会说了。我就讲我自己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每次有时候跟他讲闽南语的时候，他就用国语回我。现在呢，他连国语都不讲了直接用英语回答我，因为我儿子现在人在加拿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现象身为一个华人，然后移民到印尼去，跟一些印尼朋友，他们今天移民到台湾来，他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概念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想跟各位聊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身为一个移民者，他们对文化的概念是什么？文化如何帮助他们建构一个所谓的民族的认同或者文化的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身为一个台湾人，或者是说身为一个印尼人，当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移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难免他们一定会把他们原来在家乡的这种文化带到他们所移民的地方来，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他们又会急着想要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体系里面去，所以他们当然很自然而然的也就会学习尝试的让自己早一点融入到新的这种移民的一个国家文化体系里面来。久而久之，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原来属于他家乡的这种文化融入到新的移民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也会因为这个样子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那这样的一种新的文化，往往就会变成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讲说自我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所以今天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台湾跟印尼它两地都有很多的这些移民，那他们对这种移民往往有共同的现象存在着。各位可能会想说，台湾跟印尼有什么关系？其实很多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台湾跟印尼有许许多多的相同的地方，不只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印尼朋友来到台湾工作，其实台湾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印尼工作也越来越多，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其实是非常非常频繁的，不只是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互动的一个关系，事实上在历史上面，台湾跟印尼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命运的比如说台湾跟印尼都被荷兰人殖民过只是说印尼被荷兰人殖民了将近350年那台湾被荷兰人殖民的比较短，大概只有30几年的一个时间。同时呢，日本也同时殖民过台湾跟印尼。当然倒回来日本殖民台湾有将近大概50年的一个时间可是日本殖民印尼就非常非常的短大概只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所以从这边看起来，台湾跟印尼都有共同的一些命运甚至我常常跟我的一些学生也在聊其实当时在荷兰殖民台湾的时候呢，台湾的荷兰总督每一天都要写日记，跟印尼的总督报告台湾每一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才形成我们今天在讲所谓的热兰遮城日志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存在的好，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清楚的知道，台湾其实跟印尼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而且好玩的是，现在全世界除了大陆、台湾以外，华人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印尼，因为印尼目前为止大概有700多万、800多万的一个华人，那他主要移民的时间其实是跟台湾差不多的，跟台湾早期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的这个同时，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大陆的这一些移民到东南亚各国去，所以台湾跟印尼其实它的移民潮的时间大概就是我们在我们荧幕上面可以看到的这3个主要的时间点。那正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全世界的移民都是这样子他们从自己的母国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去的时候，难以避免的一定会把他们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体系带到他们的移民国去，比如说语言，比如说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很多的生活习惯，甚至是许许多多的这些表演艺术。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尽管我人已经在美国了，可是总是一些台湾人总是会聚集在一起，总是还是喜欢讲国语，或者我们讲所谓的闽南语，还是会聚在一起。甚至开个小玩笑，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心里难受，想要找个地方拜拜，我想天哪，那个妈祖庙也好，或者是观世音菩萨庙也好，好远要开好几个小时。我们总是还是会想到这种台湾人习惯的这种信仰的这种宗教体系。OK， 我们不会马上就想到说，那我应该去找个天主教堂或者是基督教堂去做礼拜，不会的。一样，饮食我们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就可以去天天吃他们的牛排，天天吃他们的三明治，或者天天吃他们的披萨。我想这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当然各位也知道我们刚刚讲到的
华人有一个特性，特别是在台湾也好，或者是说东南亚这些华人也好，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会盖庙。那这个庙，它不但是一个所谓的宗教文化的一个中心，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华人聚集的一个主要的地方，甚至借由庙，它也会把许许多多的这种华人的文化在这个庙里面来呈现。比如说在庙里面，难免我想住在台湾的朋友也都会知道的，台湾很多的庙前面一定会有一个戏台，主要就是要演戏给这些神明看的。所以同样的一个问题，当很多的华人从泉州、漳州、从广东一带移民到了印尼来的时候，必然这些文化也会跟着移民而带到了印尼这个地方其实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讲说，如果各位要到印尼去玩，千万不要害怕，不要说哎呀我英文也不好，哎呀我这个印尼话也不会放心，绝对不会饿死。为什么？因为闽南语特别是在饮食这一块已经变成印尼语了已经变成印尼语了我们在荧幕上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举了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船印尼话准 ，OK， 那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行行走走行行行行行行就是什么？就是印尼话，就是走一走的意思步行街、中国城，那我们就行行，OK， 或者我们常常吃的豆腐、打呼，不会讲没关系，你就讲打呼，讲闽南语就好了。一样，印尼话也是打呼得。一样，ben西或者肉包、八包、米粉、米、师傅、红包、15枚、布袋戏。各位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些全部都是印尼语可是事实上也通通都是闽南语所以各位来到了印尼之后，你随便找一家店，你跟他讲闽南语就好了。为什么？因为闽南文化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印尼，成为印尼文化里面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华人文化跟印尼文化结合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华人也把许许多多的这种华人文化带到印尼来了。好，带到印尼来的华人文化，何止只是这些饮食？不止，非常非常的多。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上面所显现出来的最右边这是印尼华人的寺庙。各位不觉得跟台湾的寺庙很像吗？更像的是什么？各位可以看到右下方党基，台湾也有不是吗？台湾很多寺庙都有很多的党基，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其实在印尼的党基的流行不在台湾之下这样的一种宗教文化也是一样，从中国大陆带到了台湾，带到了东南亚这些国家好，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饮食文化所以各位在中间上面的这一张照片，是我在加里曼丹岛山口洋那一边拍摄的一张客家人的那种小吃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客家的饮食，在这边都可以吃到的中间下方呢，各位可以看到那一张照片很久了那一张照片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雅加达附近的一些华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从中国大陆这边邀请了大陆的这一些戏曲的一个团体到雅加达来做演出。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印尼当地的人也会去看这一些从中国大陆带来印尼的这些华人的移民的这种文化。在这个荧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有趣的。各位会发现到，它就是
跟台湾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泉州那边的布袋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属于这种小型的、早期的、最传统的这一种布袋戏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布袋戏事实上不只是在台湾很流行啊，甚至在印尼布袋戏也算是流行的。除了在有一段时间印尼排华的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布袋戏或者是说很多的宗教文化，华人的这些宗教文化都被禁止了以外，其实这些华人的文化在印尼是非常非常普遍而流行的。会有比较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在于印尼的这些华人文化，他们很努力的在坚持他们祖先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印尼当时的一个形态因为他们为了要让这些华人们能够感受到跟母国真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连结所以他们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改变这一些传统的文化那当然在台湾其实也是很努力的，特别是在早期也是很努力的在去跟中国大陆产生一些连结，我们也可以看到。可是当然慢慢的后来因为历史的问题，因为政治上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文化认同上面的问题，所以慢慢的台湾才慢慢走出属于今天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出来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其实台湾这一些所谓过去中华传统文化，其实这些年来也一直慢慢的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是走出属于台湾人的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文化体系出来了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印尼其实他们保存了这些华人，其实他们保存了非常非常多样的这种表演艺术形态，尽管他们经过了1965年一直到2000年这一段期间里面所谓的新秩序运动这种排华的这种现象可是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而流失了，只是说换另外一种形态在民间的体系里面去保留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进入印尼的这些华人的这种社群里面各位就可以发现到，事实上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的很多这种来自闽南的这种文化体系，甚至是广东的这种文化体系，在印尼也几乎都被保留下来了。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许许多多的这些饮食、宗教以外，我们可以在印尼一样可以看得到布袋戏，我们在印尼一样可以看到跟台湾很类似的这一种闲丝傀儡戏，或者是皮影戏，甚至我们在台湾的南管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南音一样的在印尼一样有特别是南管这种音乐形态，其实不只是在印尼在菲律宾甚至发展得更好。我们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这种北管或者是八音的这种表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丧葬仪式，或者是说早期在很多的喜庆宗教活动里面都可以看到八音的这样的演出一样，印尼也有，甚至这几年台湾很流行的所谓的国乐也好，或者在印尼他们称为所谓的华乐团也好，一样有更何况是舞龙舞狮。在印尼的华人的社群里面，舞龙舞狮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过年过节，甚至是新居落成或者百货公司开张，通通都会有这种舞龙舞狮的一个演出。而且更好玩的是，这些舞龙舞狮的演出，这一些布袋戏的演出，这一些南管音乐、八音的这种音乐，它不再只是华人在演出了，甚至有更多的这一些印尼当地的人
他们也投入在这样的一种华人表演艺术的一个形态里面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尼许许多多的华人的努力，他们如何的把自己华人的文化带到印尼去，产生一些连结哈。我想从这些例子里面看得出来。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华人他不会只是把自己的文化带到印尼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急着想要融入到印尼的那样的一个社会体系里面去。他们期待印尼当地的人能够接受他们，然后去产生一种我们讲所谓的多元文化的思维，一种多元文化的社会，然后能够让华人能够跟印尼当地的这些人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华人不会仅仅只是把华人文化带到印尼来，他们更重要的是会融入到印尼的这种传统文化体系里面去。所以很多的华人，他们可能会开始去演奏印尼的甘美朗，很多的华人可能会开始去学习印尼的这种传统舞蹈，帮助自己让这一些印尼当地的人能够接受，而这一群华人在印尼生活。当然也因为长期几百年下来的一个结果，华人的文化慢慢的融入到印尼的文化体系里面，甚至已经变成印尼文化的一部分了。我这边准备了2部影片，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来看，各位一边看一边思考一下，这样的一种华人文化到底跟我们今天在台湾所看到这种华人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你会觉得很熟悉，可是怎么看还是怪怪的啊？各位一边看，那一边思考一下，到底哪里你觉得怪怪的哈？好，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觉得哪边怪怪的，可是你会觉得跟台湾好像一样啊，都一样啊。小型的布袋戏，小型的那个彩楼就是那个舞台用的乐器，它也是我们传统用的这种北管的这种乐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八音的这种音乐形态，跟台湾几乎一模一样啊。可是各位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第一个，各位有没有发现，他讲的话你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在台湾演出看这个布袋戏的话，他一定用闽南语。那对很多的台湾人来讲，闽南语应该还算熟悉，应该听得懂啊。可是我们却刚刚看到的这部影片里面，我们完全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用印尼话，因为只有用印尼话，印尼当地人才会听得懂呀，要不然你在用闽南语在演布袋戏，本来印尼人对布袋戏就已经很不熟悉了，再加上你又来一个用闽南语在演，不要讲闽南语，就算你今天用国语，他们也一样听不懂啊，除非你用的是印尼国语。对，所以他们就用印尼话来演布袋戏。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印尼当地的人能够了解华人的文化各位如果有注意到那个主演，对不起，他不是华人。现在在印尼演布袋戏的人，早期都是华人，之后几乎都是印尼当地人。所以我常常在开个玩笑，在印尼谁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不好意思华人急着赚钱，没时间去学这种传统艺术。最后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是谁？印尼当地人，而不见得是华人。可是当然华人投入的也蛮多的，多在哪里？出钱出力。可是演出不好意思就大部分是印尼当地人了
不只是布袋戏是如此，甚至各位如果去印尼去看一看这些舞龙舞狮的人呢，不好意思啊，大部分也是印尼当地人，不一定是华人，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华人啊。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部影片，也是很有趣的啊。好，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啊，在这个舞蹈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2位资深小姐姐哈，在跳这个舞蹈。当然2位其实都是电脑工程师哈，可是他们从小就学印尼的舞蹈。可是我们在这一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有2位华人，他们在跳这种印尼的这种迎宾的舞蹈。各位看他的衣服，那绝对不是印尼的衣服。其实他们是在穿什么衣服？模仿什么样的衣服？模仿清代格格他们穿的衣服。尽管有点怪不过至少我们看他的帽子，看他的衣服的颜色还有形态，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华人的衣服。各位如果听得到很清楚那个音乐的话，那个音乐也是很特殊。为什么？因为它用了中国的胡琴，用了笛子，可是呢，它同时又加了西方的小喇叭。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还加了印尼的传统乐器甘美朗，把3种不同的文化混合在一起，成为印尼很特殊的华人文化。借由这一些华人文化，去建构属于印尼华人特有的一种文化也好，民族也好的一种认同体系。这个是比较值得我们去注意或者是去关心的一个点。返回来这些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印尼的朋友来到台湾，特别是从1989年开始，台湾因为劳工短缺再加上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改变，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娶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一些太太在以劳工来讲大部分的来自印尼的这一些劳工，大部分是来自东爪哇跟苏门答腊岛的这一些移工是比较多的。在于婚姻关系而来到台湾的，最多的是来自哪里？来自加里曼丹岛有一个城市叫山口洋，主要原因是因为山口洋这边的人大部分是客家人，那因为他们在山口洋都是讲客家话，所以在台湾娶最多印尼太太的人呢，大概都是集中在桃竹苗，还有哪里？高雄、屏东的6堆地区，因为这2个地区就是台湾客家人最集中的区域，所以很多台湾的客家男孩子往往都会娶山口洋这边，因为文化一样，语言一样，所以他们来到台湾的适应的地方就会比较快，比较问题不大。所以这些年来，当然我们还没有去提到，像比如说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一些学生在台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今天其实来自印尼的这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少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在台湾也慢慢形成一个很重要的聚落，对台湾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的。早期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就已经受到印尼的影响蛮大的台湾有很多的流行歌曲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尼的一些民歌像比如说邓丽君大家耳熟能详的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或者是连我妈妈都会唱的《梭罗河畔》好，还有船歌那在印尼叫星星所
OK， 好，这一些曲子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只是说都已经被用中文国语来演唱。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一些伪印尼人对不起，我所谓的伪印尼人是他们其实都是台湾的朋友那穿着印尼的衣服然后临时赶快去学用印尼语来演唱这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好，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印尼文化进入台湾已经很早了已经很早了。要讲到印尼我每次都说我不得不说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我那个印尼的助理，为什么他能够对自己印尼的文化那么的骄傲，那么的自信，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印尼穷的只剩下文化。各位都知道中国大陆早期都是靠乒乓外交，中国大陆的乒乓球大概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这一些乒乓球的选手，国家代表队都选不上，结果就跑到加拿大，跑到美国，跑到瑞典，跑到韩国，或者跑到哪里，不是去当，然后就换了他们的国籍，不是去当人家的代表其他国家来打乒乓球，要不然就是去那个国家当教练。所以乒乓球在之前几乎成为中国的一种外交的手段或工具。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在讲，中国是靠乒乓外交来作为他们国际互动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那印尼呢？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印尼驻华盛顿的那个大使馆去。为什么？因为华盛顿的印尼大使馆里面有一套完整的甘美朗印尼传统的这种乐团，而且他们也有在那边大使馆里面有请了从来自印尼的音乐家教美国人如何演奏甘美朗，甚至教美国人怎么跳印尼的舞蹈。所以当时我在马里兰大学读书的时候，几乎每隔一阵子就要去华盛顿的这种印尼大使馆去演奏，去学习印尼音乐。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到，在许许多多的美国的这一些大学，只要有音乐系的很多的大学几乎都有这一种印尼的甘美朗乐团。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印尼他们就是使用这种文化外交、音乐外交的方式，然后把他们的印尼文化输入到其他世界各国去。终究文化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呈现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本书的标题是什么？ Indonesian Gamelan Diplomacy Diplomacy Concept in Australia， 在澳洲的这些印尼的甘美朗的外交观念态度就是把甘美朗音乐、印尼文化
当成一种外交的手段。这种情况其实在全世界各国的这种印尼大使馆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各位如果有机会你去到印尼去，机场常常映入你的眼帘的是什么？一套印尼的甘美朗放在机场。我想进入台湾的机场，应该很难看到有南管乐器放在那里，或者是台湾原住民乐器放在那里。我们不会把台湾文化当成是一种外交手段，因为说实话，很多台湾人对自己台湾文化的自信心是远远的不足。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为什么我那个助理，我那个学生他会讲说，我们印尼人穷的只剩下文化。我刚刚一直在讲，这是一句多么以自己文化为傲的一句话。好，现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学校都有印尼甘美朗乐团，不只是我们学校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有，台北艺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甚至是台南神学院都有印尼的甘美朗乐团。所以有人讲说，全世界的这种乐团形式，除了西方交响乐团以外，大概就是印尼的甘美朗乐团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第二多的乐团，在世界各国流行的。各位也可以看到中间下面这一张照片，学校有聘了一位来自印尼的老师，他每一年巴厘岛过年的时候，他一定会邀请我们学校的同学，同样的他也会邀请他们很多印尼的同乡，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来庆祝巴厘岛的过年。当然庆祝巴厘岛过年，同时也会吃许许多多右下方这一些印尼的食品。现在要吃到印尼的这一些食品，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我们会发现到，其实不止台北后火车站台湾的各个火车站附近都有印尼店都有印尼店甚至我们在台湾其实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印度米。印度泡面我们叫印度米，各位听到的吧？印度米米就是面的意思是闽南语是闽南语。好，各位，甚至在台南公园里面，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特别是礼拜天，他们放假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是移工，他们会在台南公园里面聚在一起唱唱歌，甚至会在台南公园里面干嘛？练印尼的传统功夫，本扎西拉印尼的传统功夫。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印尼的文化其实在台湾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容易可以看得到。比较不幸的是，台湾人对于这种多元文化的思维可能还不够成熟，所以这一些印尼的这些朋友，可能在某一些区块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可是有时候他们常常会被警察赶，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人，只要一看到在公园里面有一大堆的所谓的外劳移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心生恐惧害怕。其实这真的是不需要、不必要的所以这表示什么呀？表示台湾在这个所谓多元文化思维上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当然，我必须要讲，这些年进步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已经非常多了好，当然我也必须要讲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其实这些印尼的朋友们，他们也很期待他们能够融入到台湾的这种社会体系里面，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台湾的朋友能够了解印尼的文化，能够接受印尼的文化，进而能够让更多的印尼人
能够融入到台湾的这个社会体系里面去，不要再看到他们就恐惧、就害怕，就觉得他们好像一定会闹事一样。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体系里面。好，各位可以看得到，这是一群在屏东东港的一些渔工，专门在帮忙捕鱼的。屏东东港各位可能都会知道，每一年都会有一次送王船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仪式。那送王船对屏东东港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仪式，在那一天他们也不出海捕鱼了，那怎么办？这一些移工其实他们也很认真、很努力的想要融入到台湾的传统文化体系，所以有很多的移工也会借由这种宗教活动去展现印尼的这种文化。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里面，就是很多的这些印尼移工，他们早早的准备一些表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送王船的这种仪式里面，他们也表演，融入到台湾的这一种传统文化体系里面，而且特别是这种宗教仪式活动。可是各位，其实这些移工，他们几乎都是穆斯林，可是他们为了要融入到台湾的传统文化里面去，而参与了台湾的传统的民间宗教体系的这种宗教活动。各位知道，伊斯兰教是一个一神教的，世间无主啊，没有其他的神啊，唯有阿拉呀。他们是有这样的文化的，结果嘞，他们为了要融入台湾的文化，融入台湾的社会体系，他们一样参与了台湾的宗教的庙会活动啊，这是一个真的很不容易、很诚恳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哈。好，不只是这一个哈，其实这些年来，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很希望能够创造一些平台，让这些来自印尼的这些移工朋友们，能够去讲述他们内心的世界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是要听一首前几年获得金曲奖的一首作品流行音乐的一个作品那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邀请了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些移工参与演唱然后去表述移工的一个环境跟生活。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小段而已哈。心里的梦，在夜色之中还算够用。心里的梦，在汗水之中努力生活。心里的梦，在异乡工作，有时寂寞还能承受。默默奋斗，慢慢追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这些印尼朋友们，他们真的不只是对台湾的经济工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事实上他们也丰富了台湾的文化，变得更多彩多姿。好，从刚刚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华人移民到印尼去，他们是如何用文化来建构印尼华人的这一种文化认同。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他们是印尼华人，返回来讲，其实他们是华裔印尼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已经在印尼了，他们就是印尼人，
特别是当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认同的不只是台湾这一块土地的文化，其实他们可能更认同的是他们移民到印尼，或者是他们本来就是印尼人，然后来台湾工作的这一些人，他们更认同的当然是他们原来的这种文化体系。所以他们来到台湾，很认真的去建构这些印尼的文化认同，或者是民族的认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很多人都会把艺术其实有时候我不太喜欢讲艺术，因为我不太知道什么叫艺术，因为艺术这样的概念往往是来自于西方的对于美的追求。可是对更多的人而言，这一些今天我们讲的所谓的艺术，或者这些表演、文化的表演、文化展演，其实它更多的不是在美的追求，更多的不是在一种娱乐的追求而已，更多的是其实是在建构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他们的一种社会空间的营造，而使得这一些文化或者这些表演成为一种实践，成为一种文化的表述，借由这一些表演艺术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族群去创造、去形塑、去做一种社会文化民族的一种协商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什么？借由这一些传统文化，借由他们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移民文化，去巩固这些移民他们的一种文化认同的一种积极的力量。好，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所谓的移民文化，不管是华人移民到台湾，移民到东南亚各国去，或者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印尼人、东南亚各国的朋友来到台湾这一块土地。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国家很少有那一种所谓的单一民族、由单一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甚至是在台湾，其实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移民的社会、移民的国家。可是今天台湾也有来自许许多多国家、民族的人聚集在这一块土地上面。所以，正如我刚刚讲的，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的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体系，当然同时也都在努力的建构一个多元文化的思维。尽管今天在美国，它绝对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绝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体系，可是美国真的做到了多元文化的思维了吗？没有。如果美国真的做到一个多元文化的思维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枪击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种族歧视的问题，不是吗？那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都有很大的空间，在这种建构多元文化思维上面，还必须要再去努力的。好，除了多元文化思维的建构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些移民，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当然，同时这些移民也必须要了解他们移民过去的那个移民国的文化。只有透过这种文化相互的了解，才能够减少许许多多的误会。更重要的是什么？同理心。同理心。我常常跟我很多的同学或者朋友在讲，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能够移民到世界各国去，不管是去工作或者去读书，不管任何的理由，难道你会期待着你去的那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来歧视我们吗？难道你会期待着你所移民的那个国家他们不了解我们、误会我们，然后跟我们产生很多的冲突吗？不会。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多了解我们一点，你总是希望
我们也能够融入到他们的社会一点。既然如此，我就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来自东南亚的这一些移民，这些朋友，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理心去多了解他们一点？我们势必会有很多的不习惯，我们势必会有很多的这种不懂、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们势必会心里有一点点恐惧、害怕。可是，当你在有害怕的时候，当你有在恐惧或者是说不理解的时候，先想一下，很可能不是他们不好，而是我们懂得太少。能不能开放我们的心去接受他们？只有我们接受了别人了之后，哪一天我们移民了，别人也才会来接纳我们。好最后我在这边祝福所有在加拿大的好朋友们希望各位有空也可以回台湾看看那在最近的将来我也会回加拿大去看看我儿子我儿子跟媳妇他们现在都在加拿大生活，已经在那边定居了对，所以在这边祝福各位，大家能够特别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那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异乡，也是各位的故乡，在那边好好的生活谢谢各位拜拜，再见。Taiwan Fest explores the stories of independence. Indulge in Indonesia. Discover Malaysia. VancouverTaiwanFest.ca